好，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啊，我们叫做永春堂海购事业说明会。为什么要重新定义分享价值啊？为什么要重新定义呢？就像我前面说的啊，首先呢，我们这边去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到我们的这个明星产品呀，我们的基因 AKG 啊，或者说我们的基因细胞产品等等。但是很多伙伴们啊，就是没了解的人呢，一听就觉得说，哎，产品呀，哎呀，一听就头大了，对不对？就觉得哎呀，产品呀没意思，因为什么？在海购之前的话，可以说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健康产品，说辞啊，就是大同小异，对不对？但是真正的话，无论是在产品的效果方面，还是在这个事业机会上方面啊，可以说真的是受益的人还是不多，可以这么讲。所以很多人说到产品的话呢，就说哎呀，对保健品没有信心，或者说了这个什么做产品这个事儿的话呢，很多觉得啊，做产品这个事儿很难做。为什么很难做啊？其实我觉得终究一点就两个字啊，效果的问题。因为产品一定要有效果，效果就是什么产生复购率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一听的话就会这么认为，这个事情没什么可了解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海哥的话，真正一定要什么重新定义它的分享价值。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说到呢，我们说一下人性啊，人性什么意思呢？就说其实我们人呢，无论是当下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啊，我觉得人都追求什么？我们人类终极目标的满足，就追求我们的健康、美丽、长寿和财富，这是我们人类终极目标的满足。无论我们做任何行业，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赚钱，对不对？那赚到钱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健健康康的、长寿、年轻漂亮，是不是？享受高品质的生活。所以说，这都是我们人类终极目标的满足。那说到这个人类的这个健康美丽的追求啊，我们可以分什么？一个五福临门，还有一个人生的六怕。那我们先了解这个五福临门，来知道这个五福临门的意思的啊，伙伴们，我们可以把五福临门打在公屏上面。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五福临门有哪五福啊？首先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这个五福啊，不是这个福禄寿啊。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个长寿，人活在世上面都希望能够什么长寿，福寿绵长，所以长寿呢在五福的这个之首。那富贵代表什么？富贵包括这个物质和这个心灵这一块。那还有什么康宁？康宁包括哪方面呢？一个是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安宁，也就是说最希望得到的就是最希望得到的这一点。而健康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第四个就是这个好德，五福当中啊，这个好德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人都认为宽厚宁静、仁慈和善才是一个人最好的福相。那德是福的原因和根本，那福是德的结果和表现。那一个人只有宅心仁厚、广积阴德，才能够培及其他的四福。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就是善终了啊。那善终就什么？无论我们多么的长寿，人终究会老嘛，对不对？但是最终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上面。但所以说最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希望怎么样？最终啊，是不是希望我们健健康康的？希望我们走得更好一点，对不对？而不是说身上插满了管子啊，做各种手术，对不对？所以说走得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所谓无疾而终，是为天命。所以这就是五福临门。我相信这五福临门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希望得到的和追求的，对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人生有六怕。来，各位，我们把六怕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六怕怕什么呀？怕老，怕生病，怕死，怕丑，怕胖，还有怕穷，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生的六怕，是不是？谁都害怕这六怕啊。好，所以说今天就说人性就是这样子的，希望追求美好东西，健康、美丽、财富。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一个赛道和抓住一个好的一个机遇，能够直接能够让我们获得财富、健康、美丽、长寿这样的一个什么终极目标的满足，同时能够赚到大钱，还能够帮助别人积福报，大家说好不好？这肯定是最好的，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啊，那这样的好的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机遇？这叫机遇呢？我们看一下，首先什么？绝对是为了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产业。那首先说到我们的这个公司和产品，其实我们海哥做了什么呢？我想跟大家总结一下啊，我们海哥做的是什么？跨境电商加大健康。我们主要做的是跨境电商这个生态圈啊，这个说生态圈的话，我们需要数据。
那数据怎么来呢？所以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在大健康方面，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出极致生命体验的爆品，作为这个跨境电商生态圈的数据引流。所以说为什么说要重新定义价值？我们不是单单的在卖产品啊，所以这点大家心里要一定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界面。那说到这个大健康的话，首先啊，跨境电商可以说是当下一个新的一个赛道和趋势。那今年5月份呢，国家政府啊，在这个郑州举行了第5届这个跨境电商的一个会议，这是国家政府举办的啊。在这个跨境电商这个会议上面呢，说到了几点，其中有2点说的很重要啊，说未来10年，老百姓首选的行业就是跨境电商。并且的话，当下跨境电商只有700万人，10年之后呢，将达到500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1个人在做跨境电商。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未来10年的跨境电商现在是个趋势的话，未来10年之后有没有你在里面呢？那我们今晚就一定要好好的听这个分享了。那还有什么？这个大健康这一块，那大健康我们也知道，也是当下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行业啊。那大健康已经不是一时半会儿才出现的了，已经很久了，也很多了，对不对？但是产品呢，确实是很多产品，但是市面上面出现最多的是什么？都是同质化的产品，是特别多的。那今天你要想，就说在这个趋势性的行业里面抓到这样的机遇，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独特性，对不对？产品独特和唯一性，加上这个赛道的趋势性。当这个趋势来临的时候，那你在这个洪流当中，你不成功都不可能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做的就是什么？做的就是跨境电商生态圈加这个大健康相结合的。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公司。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对吧？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公司啊。那我们这个海购这永春堂呢，它是由美国第2继位的这是公司的股票代码啊，上市公司全资打造的，这是一家美资上市公司。公司从77年成立到现在呢，已经有48年的一个历史了，能够说历经3次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且长盛不衰，并且在多个领域还有这个产业投资、全球化的运营管理等等，可见这家公司啊，这个无论是资金方面还是对这个市场发展的洞察力方面是非常棒的。并且的话呢，在2020年公司就开始投资于大健康这个板块，结合了整个10几位这个世界的抗衰的这个专家，专注于这个细胞抗衰领域的研发。在2024年的8月份，也就是去年啊，我们的海购全球这个跨境品牌就正式诞生了。那我们这家公司旗下有什么呢？有我们自己的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的研发，并且还有二手车交易市场、金融贷款方面，还有区块链交易所。海购就是去年8月份啊就正式成立的，并且的话，我们在今年的2025年的4月份啊，海购再次踏上了这个新的一个台阶，与永春堂结盟，成为了全球第1家拥有直销牌照和跨境电商牌照双牌照的一个平台，为合规合法经营的这个跨国创业平台，那也为我们创业者提供了这个安全保障，为海购做大的做强呢，可以说打下了一个基础，也为我们海购开创了一个新的一个篇章啊。这是我们整体这个公司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公司的价值和远景。首先我们公司的价值远景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会员提供这个利宁健康美丽确实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极致生命体验的高科技爆品啊。确实啊，这句话确实有效，是不是很重要啊？市面上很多产品都在说着让我们抗衰、利宁、健康等等，但是效果怎么样呢？那就不言而喻了，有些产品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我们要达到一个确实有效的产品，并且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什么呀？我们要做健康产业链头部皇冠。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在交流，他就说了啊，做产品的话啊，一定要做头部的产品。那今天我们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第二个的话，为会员搭建从生存生活到生命家园的实现，让平凡人可以跨阶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事业机会。也就是说，今天很多行业就说很多人为了温饱还在这里努力的去挣扎，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海购这个事业平台的话呢，可以让我们从事的人轻轻松松能在里面从生存解决问题了，然后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再接下来的话呢，再继续努力的话，可以让我们实现我们人生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改变。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如何去努力去做。那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做呢？一个是全球会员制啊，以自用加分享的一个形式，打造一个
平台和会员终身分润的一个生态系统。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的是跨境电商，那跨境电商我们是根据国家跨境电商的法律法规进行一个经营的啊。首先有规定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张身份证1年只有26000的额度，那这个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支付宝里面去，可以去那个什么跨境电商掌上宝去查询我们的额度的啊，而且一次性的消费不能超过5000块钱左右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都是跨境电商，跨境电商的产品是不允许做2次销售的，我们只是在分享这个信息，也就是说分享健康、分享财富给身边的朋友，需要的朋友，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是自用加分享，而每个人去自用的话，那我们自己体验到产品的这个效果，那是不是我们去分享的话更加有这个底气，更加有信心，是吧？也是更加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所以说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分享，跟以前做产品不一样吧？以前是什么？去卖产品赚差价，所以说赚差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是自用加分享，我们没有赚差价。所以说今天无论在你面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当官的也好，或者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也好，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都需要健康，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跟他分享健康，我们可以什么？胸有成竹，理直气壮，因为我们没有赚对方的差价，同时的话，我们是跟他分享健康和财富的一个机会。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产品。那我们产品呢，大家看到2瓶啊，一颗银灰色的，一个带点这个玫红色的啊，这是什么？因为我们产品是修复基因的产品，所以我们分为因为男女的基因不一样嘛，所以说它分2种啊，就是银灰色的是男士吃的，那个带点红色的是女士吃的。那我们一瓶呢有60粒，每天空腹吃2粒，刚好是1个月的量。那我们产品是修复基因的，那我们的功效是什么呢？3大点。第一点，轻松莅临8.5到34岁啊，是我们的生理年龄，让我们的五福六脏，让我们的容貌变年轻。那这个数据呢不是随口说的啊，因为我们产品是做了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的，有人体临床。第二个，让我们什么？让我们调节我们自身的干细胞回春。说到干细胞，大家很多人应该不陌生，对吧？很多人去打干细胞，国外进口的几十万一针，国内的10几万一针。首先从消费层面来说，很多人是消费不了的，对不对？消费不起的。而且的话呢，它是外源性的，通过动物或者是植物的萃取啊，助人的身体，这样会形成什么？产生一种转换率或者是吸收率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呢，是让我们自身的干细胞回春，可以说什么？由内而外的去除因细胞老化留下的痕迹，由内而外这是我们第2点。那第3点什么？它就是可以调理我们什么？我们的整个的亚健康的状况，因为什么？它可以促进我们健康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好了，少生病就不生病，或者是还有什么有效的恢复和保存 DNA 结构的完整性。DNA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2个人结婚了，生了小孩子，长得像爸爸多还是像妈妈多？谁的基因强大，复制率就高，对不对？那今天 DNA 就是我们细胞的源头，也就是细胞的妈妈。但是以前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做过健康的朋友都知道，说哎呀，人无论你生任何一种病，不肝病、心病等等病啊，各种病其实就是一种病，细胞生病了，对不对？那细胞生病的原因在哪里呢？它的源头就是什么？基因。因为我们的基因过了20岁之后呢，它就变得不完整了，不健康了，所以说它里面的细胞就会变得不完整、不健康。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接达到了基因修复的一个层面，所以这也是当下一个新的一个课题来的啊，基因工程学。那再看我们产品，那这个产品既然是到了目前一个顶尖的一个基因工程学啊，那到底这个入口的产品安不安全呢？那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产品呢获得了7大国际认证啊，那这些认证在我们的产品的瓶身上面也有这样的认证标识，同时的话呢，我们的瓶身上也有直接写的我们产品的功效。修复和保存 DNA 的完整性，直接打在我们的瓶身上的。那我们看一下这7大认证啊。首先第一个 FDA 认证，那做过健康的伙伴们啊，都应该了解啊，这是美国对食品药品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一个监督管理的一个认证啊标识。第二个CGMP 认证，那 CGMP 认证是全球更高的制药一个等级的认证哦。你看我们的产品啊，我们的产品是一个保健食品，还不是保健品，它是保健食品。像吃饭一样的是个保健食品，但是呢，它是按照药品的最高等级的规范来生产的。其实只要有 FDA 和 CGMP 这2个认证的话，都已经很牛了啊，就是说，可以说是走遍全球了。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实验室认证，代表我们产品是做过实验的，并且还有什么哈拉认证，也就是清真认证。清真认证就意味着伊斯兰教回民和尚都能吃，也就是说产品绝对没有什么
酒精啊、刺激物，没有什么，不是动物成分的，是纯植物萃取的。那美国原产地生产。那虽然说美国这个国家我们不是很喜欢，但是在这个生物科技领域里面呢，还是真的是比较超前，并且的话呢，这个国家绝对是不允许有假货的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前段时间跟我美国的朋友分享，他首先就问我这个产品是哪里生产的，然后我说美国，他说哦，那美国没关系，说那这个超市里面都不允许有假货，而且我们出去分享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很多，比方说那个法律部门什么，比方说公安退休的，或者是说海关退休的一些人呢，等等，他有些这个就是层次的人啊，他们一看到这些标识，就觉得说，哎，不用解释太多了，那这个产品的这个安全性是吧？这些方面绝对是放心的啊，放心的可以去吃。所以说从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这些什么科学依据啊这方面去来证实这个产品到底安不安全，因为很多人他是会担心这一块，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有这些国际认证的话，绝对是非常的安全的。这是我们出具的一些认证的这些证书啊，这些全部都有的，所有的证书我们都有的。好，到时候想详细看的话，可以找我们的伙伴。来，在我们进入我们产品讲我们产品的原理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整个全球营养发展史的一个历程。那我们都知道啊，最开始最初的第一代基础营养型的产品包括什么？营养粉和蛋白粉。那第二代呢，就是营养补充型的，就是缺啥补啥，补钙呀、补维 C 呀，对吧？第三代是什么？功效型的，比方说玛卡鱼油，也就是身体某个部分出现了问题，去提升某个部分的功能。那第四个什么？就是细胞修复型的。其实最具有代表性的什么？就是这个 NMN 和这个白藜芦醇啊。NMN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要是知道的话，在公屏上面打一下好不好？NMN 在2016年啊单品上市，可以说是达到了4000亿人民币的一个销量，相当于中国7年这个直销行业的这个总和啊。它当时被称之为长生不老药，因为它可以逆龄6.5岁。但是呢 NMN 呢它是什么？它是间接性的啊去修复我们的基因，但是今天我们的产品啊已经达到了第5代基因平衡型。那基因平衡什么？它是直接的什么修复和维持 DNA 的完整性，提升我们的线粒体，线粒体也就是细胞的营养库，然后呢延长端粒，端粒是决定我们寿命长短的啊，然后呢实现我们细胞的能量平衡。那我们的产品为什么说它来的比较快？它直接是修复基因的，它3分钟可以进入我们血液，15分钟进入细胞，30分钟就可以合成我们的 NAD 加。然后呢，激活我们的线粒体。所以说，你像我吃产品的时候啊，吃到这个2、3天的时候，哇，我突然觉得我精气神特别好，觉得很轻松一生。也是直到现在为止啊，我就说晚上熬夜，有时候晚上1、2点钟才睡觉，但是第二天我6点钟起床，很早起床，我都不觉得乏味啊，不觉得乏，身体还是很有精气神的。所以就是让我们的激活了我们的线粒体啊，让我们精气神提升了95%。说这个是感觉是很快的，那这就是我们整个营养发展的一个历程。那我们达到了第5代了，就像我们用手机一样的啊，手机之前用网络是不是2G、3G、4G，现在5G 了，对不对？说不定接下来不久的将来会有6G，对吧？所以说同样道理啊，目前在这个营养发展史上面呢，我们也达到了当下的第5代最高的一个这个基因平衡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层啊。那我们看一下，那抗衰老到底有哪5个阶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抗炎。我们都知道万病炎为首，对不对？产生炎症就会发生病变了。第一个叫抗炎，第二个什么？抗氧化，就是抑制自由基，导致细胞的氧化。细胞其实也会被氧化的啊。你看这个苹果切一半，放了没有1、2分钟就被氧化，就坏掉了，对不对？所以说要抗氧化。第三个就是什么？代谢的一个调控，包括这个糖类啊、脂类啊，或者是蛋白质类的代谢啊，要调控它平衡啊。还有细胞修复。比方说激活我们的干细胞和线粒体，就是修复细胞啊。最后是什么 ？DNA 的一个保护、修复损失和延长端粒。那今天我们过了20岁，我们的 DNA 已经不完整、不健康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修复我们的基因。那修复我们的基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呢？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也提到过，有一种物质什么 NAD 加这个物质啊 ，NAD 加它是主要干嘛的呢？它主要是参与我们人体的基础代谢。是修复我们 DNA 的让细胞年轻化的指示器。那它的学名叫做烟酰胺腺嘌呤2核苷酸，这是它一个学名。但是我们把它叫什么NAD 加，它被称之为酶中之王，它可以修复我们的基因，激活我们的线粒体，就是细胞的能量库啊。然后呢，
激活我们的长寿蛋白。我们人体有7段长寿蛋白啊，每一段是管理着我们身体不同的地方，在16岁开始关闭，到了50岁完全关闭。所以说今天我们通过吃产品可以诱导 NAD+ 的浓度增加，重新打开我们7段长寿开关，让我们长寿逆龄。还有就是激活我们身体上千种酶。市面上面有一种叫做辅酶 Q10，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对不对？它是对心脏比较好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这什么？我们 NAD+ 是辅酶 Q1，酶中之王，它可以激活我们身体上千种酶。NAD+ 也是目前最前沿的科学的基因抗衰的一个物质。所以说今天我们非常需要这个 NAD+。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这个 NAD+ 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到底对我们人体基因修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看一下啊，从这个图片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左边这张图片啊，这告诉我们了 NAD+ 随着年龄增长会下降这个指标。那我们看一下啊，也就是说我们从生下来啊，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带这个 NAD+ 这个辅酶，就从娘胎里生出来就带的啊。在我们20岁之前，它是100%的一个浓度的含量啊，100%。所以说为什么说你看18岁、20岁的孩子啊，都精气神特别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熬夜2、3个月都没问题，对不对？那现在这个年龄的话，还敢熬夜吗？不敢了，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的 NAD+ 是达到顶峰状态啊，100%的。但是一旦过了20岁之后呢，它会断崖式的减少一半，只有50%，每隔20年它都会减少一半。到了40岁只有25%，到了60岁只有12.5%，到了80岁只有6.25%了。好，一旦我们这个 NAD+ 这个辅酶啊归零的时候，人在30秒就会死亡掉。你看空气没有了啊，我们还可以憋1、2分钟，对不对？但是这个 NAD+ 这个辅酶没有了，30秒就死亡掉了。所以说这个辅酶比空气还要重要，对不对？那我们也了解到了啊，这个辅酶这么重要，是修复基因的主要原材料，也是从娘胎里自带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呢，会逐步的降低，最后归零，人就会死亡掉。那如何才能够让它继续保持它的这个含量的浓度呢？好，我们看一下啊，就像手机充电一样的，对不对？你本来早上起床充好了电，100%的电，这个用着电就越少了，是不是？80%啊、60%啊、40%啊，哎，一旦没有的时候，手机就关机掉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重新让它充电，身体同样的要充电，我们就要补充这个 NAD+。你看到没有？右边这个图啊，当我们在越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越来保健自己，来补充 NAD+ 的话呢，我们的身体会保持在水平面这个健康、年轻、这个什么长寿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通过这个图形啊，来了解一下我们产品的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回事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下面有一些重要的数据啊，我们看一下，就是说，通过这个哈佛大学团队啊，我们都在研发发现了啊，就是说我们在喂食我们的 AKG， 其实 AKG 也是我们身体一种物质啊，它可以提升和诱导，其实讲白就是它诱导我们的 NAD+ 的这个这个浓度去增加，同时激活我们的线粒体，然后呢，就是提升我们细胞的能量，然后呢修复我们的基因。这个图片啊，右边这个图片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的7段长寿开关。我们看一下啊，每一段长寿开关呢，管理身体很多不同的地方，对不对？包括心血管啊、衰老方面啊，还有这个什么细胞的衰老标记、热量限制啊，还有线粒体啊，还有这个增强胰岛功能呐，还有心脏、酒精代谢，最后是心脏细胞等等。这7段开关啊，逐步的从16岁关闭，到了50岁完全关闭。为什么说人过了50岁容易衰老，对不对？衰老的比较快，就是这7段长寿开关给关闭掉了。那今天我们通过服用 AKG， 它可以诱导我们的 NAD+ 的浓度水平重新的增加，激活线粒体，延长我们的端粒酶，然后呢打开我们的7段长寿开关。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学说可以说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一个追捧啊，很多的一些国际权威期刊啊都发表了这一论文。好，这就是主要是表现的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的基因受损的时候呢，不平衡的时候呢，基因缺失呢，将会导致什么？我们会出现细胞性的一些疾病，比方说神经系统疾病。你看老年痴呆、抑郁症、忧郁症、帕金森都属于神经系统的问题，对不对？还有代谢性的疾病，比方说这个肥胖和这个糖尿病，它属于代谢问题。还有免疫系统的障碍，那免疫系统出现障碍的话，是不是人就容易生病呢？因为它也会破坏我们的对内对外的一个监视系统。所以说一旦我们基因受损不平衡了，就会出现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正是我们人身体的所有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在这个细胞核的里面啊，发现了在线粒体这里啊有这个 NAD+，我们需要什么？
把它给浓度重新给它增加起来，去把我们基因去修复好，让它保持完整的状态下的话呢，我们那边的细胞也是健康完整的，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好了，这是前面就是简单的啊，介绍一下我们产品的原理和它的一个功效。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为什么说我们海购重新定义它的分享价值呢？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单单的，我们没有卖产品，没有赚差价，我们不是说为了卖产品而卖产品。前面我也说过，我们是做的是跨境电商这个生态圈，打造这个生态圈的价值。然后我们需要数据，所以说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有物流、自己有支付通道等等来做这个跨境电商，可以说为我们这个跨境电商也打下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呢，我们有4大红利。第一个是我们生命红利、支付红利、连锁红利和数据红利，这是我们4大红利。换句话说，就是说今天你想得到4份收入的话，我们按我们正常的去打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做4份工，我们才有4份的收入，对吧？但是今天呢，在海购的话呢，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获得4大红利，就4个财富收入的管道。那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生命红利啊，第一个财富机会。那生命红利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 AKG， 我们的明星产品啊，抗衰逆龄的产品，修复我们基因的，让人逆龄8.5到34岁的。那第二个产品呢，就是我们阻断我们防癌控癌的靶向，提升我们免疫力呀、我们的知识能力啊、我们的治愈力的这样的靶向的提升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功能修复，让它启动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基因塞尔基因细胞产品啊，已经上线了啊，可以说这个产品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上线来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反应啊，2个产品搭配吃的话，真的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好，第3款产品呢，接下来我们这个12月6号我们去到越南开年会，会在会议上面去线上官宣我们这个第3款这个王炸产品啊，小王炸产品就是我们这个男女基因荷尔蒙的产品，它是什么？它是通过从基因这个系列方面，从根本上面去修复我们这方面男女荷尔蒙这个生殖方面的，而不是像某些产品通过药物的刺激，在某个部位短暂的一个表现，而是从根本上面去修复，真的效果非常非常好，而且也是做临床的啊，1247位的临床。可以说让我们在短短的2-3个月恢复到我们年轻的20-30岁的一个状态。那第4个王炸产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脑回春的这个产品。可以说这个疫情发生以来啊，很多人的记忆力是不是衰退了？不光是说年纪大的人，其实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啊，以前我们所说的老年病啊，好像是人老了以后才会得的病，但是当下的话可以说年龄还没老，但是很多有这种慢性疾病了，对不对？所以说它疾病是不分年龄的啊。那今天我们会用什么？在生命红利里面呢，我们公司会用这4款爆品作为这个跨境电商商城数据的引流。当下呢，我们已经有2款产品已经上线了，接下来马上就是第3款这个荷尔蒙的产品了。那为什么叫做生命红利将形成新一轮的这个风口呢？新一轮说明到以前出现过，对不对？那我们来回想一下啊，最开始的时候，天花疫苗的出现是第一轮的生命红利，可以说是延长了我们人10年的寿命。第2轮生命红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青霉素的出现啊，可以说延长我们人类20年的寿命了。但是那2轮红利的话呢，是轮不到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涉及到的，对不对？那今天第三轮这个生命红利呢，就是这个基因工程学。那这个赛道的出现呢，是我们人人所需要的产品，也是我们人人可为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它，这是我们的生命红利啊。那我们看我们第2个支付红利。那支付红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可以什么，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些4款爆品作为这个商城数据的引流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拥有全球的会员，是不是？同时的话呢，我们闪下的伙伴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办一张 Visa 卡。也就是说，当每个人办张 Visa 卡，这个 Visa 卡呢可以跟我们支付宝绑定。当你用支付宝到任何地方去消费，只要有支付宝能消费的地方去消费啊，我们把别人的消费变现成为我们的一个收益，大家说好不好啊？这个消费啊是人生来就会消费的，对不对？而且人生来哪怕怀着到死了都会消费，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把这么庞大的一个消费的这个概念，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支付红利的话，把它强关联在一起，又把这个消费又变成了我们这个高频跳动的这个市场业绩得到一个收益，这就是我们的第2个收益啊。
那第三大收益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连锁红利了。那前面我也讲了啊，我们是打造跨境电商这个商城的，那我们需要这个数据量。当我们数据量达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公司不可能说在我们后台只有我们基因系列产品，对不对？目前的话，我们买过产品的伙伴都知道啊，在我们后台全是我们基因系列产品。我们只是说通过爆品快速的引流这个数据，当我们数据量达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上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一些好的一些日用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推荐商家入驻，或者是你团队的伙伴有产品往上去入驻，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没有参与管理和投资这个资金啊，但是呢你有千店万户，你有很多连锁店，是不是啊？万店连锁，一年终身，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收益。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连锁红利。通过短短的1年时间啊，我们海购到现在是一年多时间啊。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什么？是50多万啊，就是说已经在用我们产品的，就是说实名认证的。那还有没有去通过身份证去实名认证的呢？那起码达到100多万人了啊。所以说通过这种数据量的发展的话，很快的啊，我们的数据量是到年底的话肯定是会上100万的。所以说这个数据量会迅速的做起来。这就是我们公司真正的一个目标啊，就是说打造我们的这个连锁的这个数据啊，这是我们第3大那个红利。那第4大红利就是我们的数据红利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啊，把这句话看明白，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海购就是了解了啊。就说海购以生命黑科技的系列爆品作为引流，打造全球的会员制的一个消费，然后呢分享分润生态系统，通过支付红利强关联链接全球的会员，形成最具活跃度、超大流量的有效数据，实现多渠道的数据变现，人人贡献数据，人人共享数据的价值。你看我们每个人每个月消费1瓶，是不是啊？是不是在贡献数据啊？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又在共享数据的这个分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本身就是做投资的公司啊。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也要把我们的海购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背书，我们要把海购打造上市。那今天呢，我们也学习我们华为啊，华为我们都知道是人人持股，对不对？员工可以用他的奖金或者工资来置换公司的股票去分红。那今天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也是采用人人持股，但今天我们持股呢，不是给你这个数字股票，而是什么？给你现金流，对不对？公司会拉出20%全球的这个利润来分配啊，给我们来分红。那今天这个分红呢，按照我们正常我们所了解的分红是怎么分的？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啊，业绩最大的分的越多，或者是你的职位越高的分的越多，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分红的方式。但是今天在海购啊，我们采用了一个什么反哺计划？反哺计划真的，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方式以后，我真的心里很感动啊！我觉得我们公司，我们的管总真的，我们公司真的是太人性化了啊，太体恤我们大家了，把每一个伙伴都看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的这种感觉。因为今天我们的分润方式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分红方式，也就是说刚进来的伙伴，他在这个业务能力或者是在这个团队发展方面啊，这个业绩方面刚刚开始，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采用反哺的方式，刚进来的伙伴分的红最高400%的分红，而说什么干得久的伙伴们分的还少一点，40%的分红。表面上看这2个数据相差10倍啊，但其实呢，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最公平的、公正的，两边都照顾到了。我们管总曾经说过啊，他说第一线的刚进来的伙伴们是第一线的这个像勇士一样，对不对？再去推广市场的啊，都非常辛苦，所以说体恤大家刚刚进来，业绩不是很大，所以说在分红方面给400%的分红。那业绩做得高的伙伴呢，他要管理团队同样的付出，只是付出的形式不一样，对不对？那40%的分红，其实这两边都照顾到了。业绩少的刚进来的伙伴，他又能够达到400%的分红，到年底的话呢，起码有一个念想，对不对？可以达到一个留人率。那级别做高的伙伴呢，他虽然说只有40%的分红，但是他的基数大了，是同样也分的越多。所以这种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好一个方式啊，前所未有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曾经我们的管总也说过啊，我们要把海购打造成一个教科书形式的一家公司。所以说我们正在做这样的一个标杆。那这就是我们的4大红利，但是我们今天只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只在利用我们这个黑科技的爆品作为商城数据的引流，我们去分享它的这个效果和分享它的这个事业机会。
然后的话呢，我们获得这样的一个数据红利。那这4大红利呢，可以说当下啊，不是给大家画饼啊，很多人听的画饼，听的吃的饼吃太多了，对不对？一听什么未来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确实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我想告诉所有的新伙伴们啊，今天在海购没有给大家画饼，我们的4大红利里面有2大红利正在进行当中，对不对？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啊。那数据红利的话，我们一定要打造数据量要够，对不对？那如果数据量都没达到，这个商城都没有什么会员的话，你把商家引进来，他进来以后产品并达不到一定的销量，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一炮走红，对吧？所以当我们的数据量大的时候，我们的数据红利就自然就启动了。所以说这4大红利是真真切切的啊，我们只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获得4个通道的收益。大家想想，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是跟我们以前所做的这个什么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听到海购这样的一个事业机会的话，只有你真正的静下心来，好好的了解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到底有多好。好了，至于说我们这个如何去赚钱呢？那我们就到时候去找我们的带我们来的伙伴们去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今天我们在海购是如何去能够达到从生存生活到生命价值体现，如何去赚钱的好不好？那最后我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的海购这个事业机会啊，产品目前可以说是碾压所有的保健产品，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基因修复的黑科技爆品，所以说产品是唯一性的，而且的话是属于头部健康产业头部产品，那做产品一定要做头部，对不对？那我们是达到的。第二个，我们没有什么试错成本，对不对？我们只是消费了几瓶产品，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呢，你愿意帮公司去推广数据就去推广，不愿意推广我们获得了健康。所以之前做海购没有试错成本，对不对？然后的话呢，也不会伤人脉，因为你把这么好的产品分享给你身边的伙伴，是不是让他们别人也得到了健康？顺带我们还能获得财富，就说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而且呢，我们不需要大资金的投入，只是什么自己消费几瓶产品而已。你看我们以前做了很多平台，让别人投个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去投入，那这个本钱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这边没有大单，没有多单，没有资金的一个压力。没有资金的一个风险，对不对？没有道德的一个风险。同时的话呢，我们不需要囤货，也不需要压货，不需要去开店。今天做海购很简单，自己体验产品，然后呢，通过每天的学习来了解一些基本的一些怎么讲原理啊，讲公式啊，一些知识。然后呢，今天这个生意就什么张口开张，闭口打烊的生意。那拿到这样的生意，大家说好不好啊？无论你身在何处，你都可以去分享这么美好的一个事业机会。所以说最终还是回归到这样一句话，健康、美丽、长寿、漂亮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满足。无论做任何行业，我们都要回归于健康。那从古到今的人都在追求美丽与长寿，对不对？武则天曾经说过，我愿意用半壁江山换我的容颜。那秦始皇呢，曾经也什么600童男童女什么炼仙丹，想长生不老，对不对？那今天的科技不断的在发展，我们个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什么敬畏科学，科学在不断的发展，能够出现这么好的产品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要用我们个人的认知去判断世上的一切出现的美好的一些事情，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我的分享呢就到此要结束了啊。好，感谢所有的伙伴们的聆听，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能带给大家一些启发。好，感谢大家。好，最后用我们海购的口号结束我的分享啊。拥抱海购，健康长寿，拥有海购一生足够。